这个女人双手双脚被捆绑，她悄悄地拿着一把汤匙，不停地在粗糙的地面上摩擦。突然，一群男人拿着高压水枪对准地上的女人，按下开关，飞速的水流如同刀子一般割着女人身上的肉，她痛得连连哀嚎。女人越是挣扎，男人们就愈加兴奋，发出一阵阵大笑。对他们而言，虐待能产生快感，这变态程度简直令人发指。这里是日本的一所女子监狱，狱警就是上帝，可以肆意虐待每个女囚，关禁闭、喷水枪，不是辱骂就是殴打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把女囚当作奖励，让狱警肆意践踏。这时突然响起了一阵呼喊声：“蝎子，蝎子！”在一声声梦萦般的喊叫中，一个全身都被锁链捆绑着的女人隐隐出现在面前。除了她那张死人般惨白的脸庞外，周围的一切都是相同的颜色，黑的需要用鲜血来冲刷。这个女人名叫亚马，绰号是蝎子。蝎子可是五毒之首，可见她非同一般。她曾多次越狱，因此成为了狱警眼中的危险人物。她狂浪不羁的行事作风，也让她成为一众女囚眼中的老大。此时的她已经被关押在黑暗的地牢中整整1年了。直到这天，监狱新领导过来视察，他才重见天日。万恶的典狱长让女囚们站成整齐的一排，欢迎新领导的到来。看着女囚们凹凸有致的身材，领导夸奖典狱长调教得好。女囚们个个敢怒不敢言，甚至还要奏起欢快的乐曲。领导满意的露出了虚伪的笑容，他一边给女囚们训话，让大家好好改邪归正。这时亚马也从地牢里拖了出来，领导看到亚马奄奄一息的样子，连忙问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典狱长得意说道：“这个女人曾经多次越狱，但在我的一番调教下，已经变得如同绵羊一般温顺，还不忘对着亚马耀武扬威。”殊不知这时亚马早已把汤匙磨成了锋利的刺刀，他突然抬起头来，一跃而起，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刺刀狠狠插进典狱长的眼睛。在场的其他狱警瞬间被吓得瘫软在地。更可笑的是，领导甚至尿了裤子，引得一众女囚哈哈大笑，场面越发不可收拾。女囚们蜂拥而上，直到有狱警鸣枪警告，女囚们才安分下来。这场闹剧总算是结束了。只可惜刚才那下没有要了典狱长的命。亚马今日让典狱长当众出丑，他记恨在心，发誓要报仇。在典狱长的命令下，所有忤逆他的女囚统统罚去采石场搬砖，而亚马则被绑在十字架上动弹不得。典狱长觉得不够瘾，又让狱警拽着他丢进山崖中。猥琐的狱警们激动不已，兴奋地围着他转圈圈，想想都知道这是要干嘛。亚马直勾勾地瞪着狱警，眼神像把锋利的刺刀，他奋力地挣扎着，但无济于事。而山崖上围着一众女囚和狱警在观战，女囚们看到自己所敬佩的老大竟落得如此下场，仿佛也看见了自己无法逃避的命运。他们痛苦地哭泣着，而典狱长的眼中尽是得意。今日的搬砖结束后，女囚们被押运上车返回监狱。这时车上的一名黑女囚阿芳早就看亚马不顺眼，看到他如此的惨况，趁机落井下石，联合其他几个女囚殴打亚马。今日本就受到重创的亚马哪里还经得住殴打，直接被打到吐血，昏死过去。驾驶室内的2名狱警听到动静，急忙下车，打开车门一看，亚马躺在角落一动不动，用脚踢了几下没有反应。狱警以为他死了，准备把他拖出去，谁知一个转身，亚马突然暴起，用手上的铁链用力勒住狱警的脖子。愚蠢的狱警领了盒饭，原来这是女囚们合作演出的一场好戏。这时另一名狱警冲过来就要开枪，却被门边的阿芳放倒，抢过枪，一枪送他归西。女囚们摆脱了狱警的束缚，在山中疯狂逃窜。当典狱长赶到时，看到的只有狱警的尸体和正在燃烧的车辆。典狱长当即下令全面追捕女囚。女囚们在山里奔波了许久，终于看到一处无人居住的小屋。又累又饿的他们宰杀路边的野狗果腹，在小屋里大口吃着肉。这时突然狂风大作，屋门砰的一声被吹开，门外传来诵经的声音。在这荒山野岭的无人村庄，难道是见鬼了？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拿着一把刀顶在自己的下颚，口中念着旁人听不懂的咒文。在月光的照耀下，她的脸发着诡异的白光，看着有些瘆人。而她竟然是一个预言家，口中所念咒文其实是揭露女囚们的命运。此时的女囚们还不知道，她们每一个都要死于非命。天亮后，女囚们继续逃亡，翻山越岭来到一个小镇。她们很高兴，因为现在距离城市不远了。巧合的是，这个小镇是其中一个女囚的故乡，她很想悄悄回家一趟，但却遭到了其他女囚的反对。这时候回家无异于自投罗网，不仅会让自己身陷险境，还会连累其他同伴。于是她不敢轻举妄动。晚上，女囚们一起栖身在一间精致的小木屋内，发现这里还是一个男人的居住地。一个女囚异常激动，她已经好久没有体验过云雨滋味了，嘴里不断叫嚣着，等男人回来了，那必须要好好严刑拷问一番才行。
这位持枪的女囚阿芳，或许是被关押久了，内心已经扭曲，对其他女囚视亚马为老大的行为感到非常的不爽，开始对亚马冷嘲热讽。夜幕降临之时，男人还没有回来，其他女囚都睡了过去。想回家看看的那位女囚抑制不住思乡之情，悄悄地下了山，这引起了亚马的注意。但女囚并不知道，典狱长早就预料到他会回家，已经埋伏在他家周围。女囚回到家中，抱着许久未见的儿子，还没享受到亲情间的温暖，典狱长一行人就出现了。无耻的狱警抓起孩子，逼迫女囚供出其他同伙的藏身之处。可这位女囚丝毫不在意孩子，直接跑上山去。但她不知道，有一名狱警在悄悄跟踪她，而其他警察去寻求部队支援。多亏亚马警觉，先下手为强，抓到那名跟踪的狱警。他们在屋子里搏斗，争夺过程中，狱警开枪将一名女囚击毙。女囚们看到同伴死去，直接给了警察一斧头，狱警也领了盒饭。女囚们知道他们的行踪已经暴露，天没亮就离开了小木屋。典狱长的警犬嗅到了女囚的气味，来到了小木屋，却扑了个空。在逃亡中，一名女囚独自来到小溪边方便，碰巧遇见了3个猥琐男人。3个男人相互对视后，像饿狼扑羊一般冲上前将女囚扑倒，却因用力过猛，女囚当场身亡。3人将女囚的尸体像丢垃圾一样丢进小溪里，鲜血染红了溪水，然后若无其事地离开。这时，其他同伴前来寻找落单的女囚，看到了同伴的尸体后，火冒三丈的他们开始疯狂追捕3个施暴者，终于逮到了他们。这时，女囚们劫持了乡间小道上的一辆大巴车，把3个男人带上了车。亚马用匕首威胁司机前行，车上的乘客瞬间被吓得抱头痛哭。女囚们开始对3个男人展开疯狂报复，扒光他们的衣服后，紧接着就是一顿毒打。看到他们狼狈的样子，女囚们放声大笑。长期在监狱被欺压的他们，此刻非常享受高高在上的感觉。他们的心里已经畸形，丧心病狂的他们甚至开始玩弄车上的女乘客。更癫狂的是，他们连哭闹的孩子也不放过。其他乘客们都在后面瑟瑟发抖，生怕下一个轮到自己。可怕什么来什么，女囚举枪对准了一名男乘客的耳底，威胁他高举双手，大喊万岁。不仅是他，所有的乘客都要跟着做。女囚们感受到了膜拜的感觉，开始得意忘形。大巴车一路疾驰，突然前方出现了狱警拦路，女囚们顿时紧张起来。阿芳脑筋一转，他竟然为了保全车上的女囚，趁机将亚马一脚踹下了车，利用亚马引开狱警的注意力，他们则借机逃走。被同伴背叛的亚马生无可恋地站在马路边，此刻大批狱警正朝他冲去。这个女人远远地站在马路边，狱警们如临大敌，将女人团团围住。她是女囚中的头号危险人物。看着女人杀气腾腾的眼神，狱警们冒了一身冷汗。他们把注意力都放到了亚马身上，可狱警不知道，刚才呼啸而过的大巴车上全是他们要抓的女囚犯。他们这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车上的女囚们正得意洋洋，以为脱离了危险，谁料前面又横着一辆卡车，车上还有2个老人和1个孩子。更巧的是，这是其中一个女囚的家人。持枪的阿芳发疯般的不断叫喊，举起枪就要对老人和孩子下手。这时，另一名女囚看见家人被当成人质，挥舞着菜刀，愤怒地冲向警察。这时枪声突然响起，原来这里已经被狱警包围。其余女囚见形势不对，赶紧回到车里。要不是车上还有人质，他们肯定将车子打成筛子。人质们看到警察来了，也开始反抗女囚，他们纷纷逃下车。司机趁乱抢过女囚手中的枪，可还没来得及开枪，就被女囚一刀捅死。女囚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一脚地板油踩到底，大巴车横冲直撞，逃出了警方的拦截。晚上，亚马被狱警带到一个闹市，前面正是女囚们的大巴车。原来他们逃命于此，却因为车子没油，被典狱长截胡了。但女囚们手里还有人质，狱警们不敢贸然强攻。监狱长命令亚马过去看看人质还有多少。女囚们看到亚马过来，并没有伤害他。可亚马一想到他们曾背叛自己，就想趁机报复他们。回来后的他告诉典狱长，车上的人质死光了。一听这话，典狱长当即下令强攻，狱警们蜂拥而上，一时间尖叫不断，枪声不断，高潮迭起。女囚们躲在车里不敢出来，只是把3个裸男推出车外，死在了枪林弹雨之下。典狱长发现亚马欺骗了自己，顿时火冒三丈，等会儿我就把你生吞活剥。典狱长确认人质死光光了，命令全部手下上去一锅端。很快女囚们的子弹用尽，但也射杀了3个狱警。在狱警密集的火力下，女囚们都领了盒饭，只有1个女囚半死不活的。典狱长命令手下把亚马和那个女囚带去垃圾场枪毙抛尸。来到垃圾场，狱警正要对亚马开枪，车里的女囚突然窜出来，狠狠咬住狱警的脖子。亚马战斗力爆表，狱警们纷纷领了盒饭，但另一名女囚却因失血过多而死。
亚马独自走出垃圾场，她是女球中唯一的幸存者。除了报仇，她找不到任何活下去的理由。她来到城市里，站在天桥上，桥下一辆轿车驶过，她一眼就看见了车上的典狱长。几个月过后，典狱长升了官。在路上，他看见一个身穿黑衣的美女，正一步步朝他走来。定睛一看，竟然是亚马。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亚马直接给他一刀，送他上了西天。这部第41号女囚房上映于1972年，是一部日本越狱老电影，带有强烈的反抗阶级统治的色彩。典狱长冷血残暴，女囚们也同样残忍无情。人性中的贪欲、虚荣、欲望、自私展现无遗。故事中没有一个好人，人都有私欲，这是罪恶的根源。世界上更没有绝对的好人，只是坏的程度不一样而已。